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从被韩国打包退回，到成为跑男救命稻草，白鹿经历了什么？谁也没想到 ，Baby 熬过了迪丽热巴、宋雨琦，最终败在白鹿手里。曾经的郑恺像骑士一样跟在 Baby 身后，如今却主动给白鹿当人肉板凳。被 SM 劝退的白鹿为何能挤掉 Baby， 成为跑男的救命稻草？2021年，白鹿身穿红色大花袄，扎着2个麻花辫，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录制了一期跑男。节目中的他自带笑点，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，还因笑容太魔性而火出圈。那一期的白鹿不仅成了节目中最大的看点，也成功挽救了跑男的收视率。甚至有人说，白鹿出现后，跑男终于又变得好笑了。导演看到白鹿身上商业价值，并火速与他签订合同，让白鹿成为了常驻 MC。此后，白鹿不仅成为了顶流女明星，还担任了跑男的收视担当，做游戏时也十分拼命。为了让团队能赢，白鹿甚至自毁形象，往嘴里塞了14个口哨，把脸憋得通红。节目组故意搞事情，让嘉宾们一边被电击，一边完成搭积木的任务。当别的嘉宾一筹莫展之时，白鹿化身智商天花板，直接用嘴巴搭积木，率先完成了任务。还有一次，林一在很努力翻跟头，被戳到笑点的白鹿直接笑趴在的，他不仅笑到表情失控瘫倒在的，还带偏了一旁的 Baby。自从白鹿参加跑男后，他就在搞笑女的路上越走越远。除了综艺感强之外，他的专业素养也是名列前茅。以前他拍《周生如故》的时候，就因为一场悲情戏哭到差点昏厥，结果自己追剧时又被自己虐哭。谁能想到，还未出道时的白鹿最想成为的其实是一名爱豆。当初白鹿为了在韩国出道，每天一下学就开始追剧学韩语，为此荒废了学业，只念了1所中专。得到父母支持后，白鹿来到韩国3大巨头经纪公司之一的 SM 面试。都知道 SM 选人是出了名的严格，就连张艺兴也曾评为倒数第2的成绩。据说白鹿原名白梦妍，是因为鹿晗而改名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从未学过舞蹈的白鹿很快就被落选了。就在他以为前途无望的时候，白鹿遇到了贵人于正，参演了《凤求凰》《烈火军校》《周生如故》等影视剧，并一炮而红。但是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她的闺蜜。你的闺蜜是明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白鹿不仅会给闺蜜开通亲密付，不管再贵的水果，只要闺蜜一句话。早年当白鹿还没有踏进娱乐圈的时候，就认识了现在的闺蜜何汉丹，小名叫呵呵。那时候的白鹿还是个38线小模特，而呵呵则是在老家当幼师。两人每天下班后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互相埋怨对方。或许连白鹿都没想到，整日做白日梦的闺蜜竟然有一天会梦想成真。白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遇到了贵人于正，于正对她一见钟情，白鹿也开始进入娱乐圈，成为了一名演员。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的白鹿自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闺蜜，她决定高薪聘请闺蜜当自己的私人助理。于是闺蜜辞掉了自己的铁饭碗，不远千里来到白鹿身边。而随着白鹿的事业越来越火，呵呵也开始了自己的躺赢人生。凭借明星闺蜜对自己的宠爱，一跃成为了全网最令人羡慕的助理。因为白鹿不仅管吃管住，还为她开通了亲密付，别人的艺人出行必定都是助理在其身后小心翼翼地打伞，而白鹿则是担心闺蜜被晒到，主动帮对方打伞，一时之间倒分不清谁是艺人谁才是助理。而呵呵也是宠儿娇，当白鹿需要出门拍视频素材时，呵呵则在一旁悠闲地吃零食，还不忘和闺蜜拌嘴，又开了一包
就刚刚那包吃完了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人是怎么胖？就是这么胖。他们觉得我们吃的东西都好不健康的胖还是很瘦啊。不仅如此，当白鹿得知闺蜜最喜欢的偶像是程潇时，还公费带着呵呵去机场偶遇程潇偶像。太难怪网友说我离追星成功只差一个白鹿，拥有这样一个又有钱又宠你的好闺蜜，谁能不羡慕呢？看到刘宪华在节目中吃狗粮的举动后，H 国惭愧地连夜修改了线索。仔细看视频中的刘宪华把头放在狗盆里，他并不是要真的吃狗粮，而是想要挽救一个生命。当时刘宪华正在录制 H 国一档军旅综艺节目中，有一只患有严重抑郁症的退役军犬。对于这种不肯进食又拒绝活动的军犬，考官将它归类为不合格的残次品。对于这种不符合收养规定的军犬，部队的处理方式很简单，一就是将它们安乐死，二就是送它们去实验室做科研，榨干它们最后价值。而节目中的这只军犬也即将面临这样残酷的结果，再过几天就是它最后的考核，而最后的结果也将直接决定它的生死。或许在很多人眼里，它只是一只又老又笨的狗，根本没人会在意它的生死。但是在刘宪华看来，他是一个跟部队出生入死了很多年的英雄，不应该得到这么残忍的待遇。于是他想尽办法要帮助他通过最后的测验，甚至放弃偶像包袱，直接趴在狗窝里。为了让狗狗学会进食，刘宪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举动，他直接把头埋在狗盆里，模仿着狗狗吃饭的样子，希望通过最原始的办法让它明白这是能吃的狗粮，而不是毒药。为了让狗狗学会和家人互动的小游戏，他直接趴在地上，用嘴巴去叼地上的球。看着刘宪华怪异的举动，评分军官的分停下了手中的笔。那一刻，刘宪华脸上流露出的是纪律森严的部队里从未有过的纯真和善良。因为在这里被安乐死的军犬有很多，但是像这样为了一只生病军犬不惜做到如此地步的人，只有刘宪华一个。不出意外，整个韩国都被刘宪华的举动所感动到，不断有网友发起抗议，表示军犬不应该得到如此残忍的待遇，更何况他们曾立下汗马功劳。最终，韩国连夜修改了法律，表示退役军犬都可以被普通人家收养，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刘宪华。